最近做了2期批判特朗普的影片，掉了一些粉儿。为了提高大家的辨识能力、审丑能力，我看有必要深入的讲一讲美国和川普的事儿。近年来世界政坛发生了一些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颠覆了许多人的预期。这些异常事态可以追溯至2016年前后。首先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震惊了国际社会。当时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原本预计多数选民会反对脱欧，然而最终投票结果却显示了支持脱欧成为了主流民意。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打破了许多人的预期其次美国选出了一个既不是传统左派也不是传统右派的奇葩总统，这让政治观察家们大感意外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新任总统上台后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政策主张。这些主张无论是传统左派还是右派，对民主党主流还是共和党主流而言，都没有想到过会是这样。那么到底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呢？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现象似乎无法用传统的左右派政治光谱来解释。在传统的政治语境中，我们习惯于左右派之间的对立，左派执政时右派批评，右派上台时左派反对。然而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这2个重大事件似乎都无法用这个传统的左右派框架来准确描述，它们呈现出一种新的政治特征，超越了常规的政治光谱。为了描述这类新兴政治现象，一个词汇在近年来被广泛使用。这个词的英语是 populism， 翻译过来就是民粹或民粹主义。尽管这并非是一个全新创造的词，但它在最近几年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成为解读当前政治局势的关键词之一。那么什么叫民粹主义呢？虽然民粹主义这一术语在当前政治讨论中被广泛使用，但其确切定义仍然缺乏共识。从现有的使用情况来看，民粹主义通常用来描述那些既不属于传统左派，也不属于传统右派的政治思潮。这些思潮往往被许多人视为具有潜在危险性，但同时又拥有强大的民意支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populism 这个词本身就颇具意味。查阅外语词典可以发现，这个词源自俄国的民粹派。在俄英词典和英俄词典中，这2个词是可以互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俄英词典中解释 Narodnik 时会用 populism， 而英俄词典中解释 populism 时则用 Narodnik。在早期的西方文献中， populism 常被翻译为平民主义。这种翻译相对中性，不带有强烈的贬义，而当它被译为民粹主义时，则往往带有较强的负面含义。尽管翻译方式不同，但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词在最初使用时并没有现在这么强烈的贬义。Narodnik 和 populism 词根都与农民或人民有关。将其翻译为民粹主义时，汉语中的粹是后来添加的，增加了其负面含义。实际上populism 本意更接近于人民主义。populism 这个词在英语中的广泛使用，很大程度上源于19世纪末期美国出现的人民党。在美国传统的2党政治格局中，人民党可以被视为民主党的一个分支，或者说比民主党主流更偏左的一个派别。它主要代表农民利益，反对大资本，主张社会平等。然而，人民党所倡导的社会平等理念以尊重个人自由为特征，这一点与俄国的民粹主义明显是不同的。民粹主义后来演变为一个带有贬义的术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民粹主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虽然俄国民粹主义也强调平等和反对资本，但它有一个突出特征，特别强调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很多人把民粹主义或平民主义简单的定义为反精英的观点是不够准确的。更确切地说，俄国的民粹主义实质上是反个人的，而不仅仅是反精英的。这种思想认为个人必须服从整体，或者可以以整体利益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这里所指的个人自由不仅包括精英的自由，也包括老百姓的自由。讲得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为人民奉献一切，尽管所谓的人民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总和。但如果每个人都为这个抽象的人民概念牺牲自我，那么最终也就不存在真正的人民了呀。19世纪的俄国民粹派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对农民的极度崇拜。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工业无产阶级尚未形成。民粹派将农民描绘成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化身，认为他们拥有崇高的品格和道德。更有甚者，他们主张知识分子应当向农民下跪，因为相比之下，知识分子被看作是肮脏的。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对农民群体持高度评价，尤其赞同俄国的土地公有制和农村公社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传统集体组织形式，与后来俄国共产党建立的集体农庄有本质区别。在这种制度下，个人离开村庄必须经过公社的同意，否则你就不能离开。房屋建造也必须集中进行，不允许单独建造农庄，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个不良倾向。任何脱离集体的农民个体都会被贴上单干户的标签，被认为是对集体的背叛。看见没有？俄国民粹派所推崇的人民或农民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概念，无论是精英还是农民，只要背离了这个整体，都会成为他们仇恨的对象啊。相比之下，美国人民党虽然同样以农民为基础，但美国农民与俄国农民有着本质区别。美国农民大多是独立经营者，而非类似俄国村社的社员。美国的平民主义强调个人自由，因此并未被视为异常现象。尽管人民党后来并入民主党，成为其中较为激进的一派，但仍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政治力量。平民主义甚至被认为是一个褒义词。许多学者对美国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美国政治学界泰斗 Lipset 在其著作《美国例外论》中列举了5种美国民族精神：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不干涉。需要注意的是，里普赛特使用民粹主义 populism 这个词的时候，是将其作为褒义词使用的。他认为这些特有的精神品质是美国的骄傲，是值得继续保持的优良传统。因此，这5个词在里普赛特的论述中都带有积极正面的含义。民粹主义这个词演变为贬义词，很大程度上源于俄国民粹派的影响。尽管其确切含义难以明确界定，但从现象中可以归纳出，它之所以被贬义化，主要是因为其主张以人民的名义破坏了西方主流社会认定的2个基本价值：民主和自由。在探讨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时，常有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矛盾。然而，从西方社会的经典理念来看，这2个概念实际上各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在不同的领域中发挥作用。所谓的民主主要应用于公共领域，在公共事务中，如国家体制的建立或领导人的选举，需要遵循多数决定的原则。这意味着重大的社会决策必须通过集体意志来决定，而非个人独断专行。所谓自由指的是什么呢？自由主要体现在个人生活领域，它强调个人应当拥有不受干涉的自主权，不应被要求无条件服从集体。个人的言论、思想、婚姻选择、饮食习惯等私人事务都应当由个人自主决定，不应受他人或集体的不当干预。这2个领域的界限是明确的，且不应被颠倒。例如，不能允许由个人独断决定国家领导人，同样也不应该由集体来决定个人的婚姻对象。如果出现这种颠倒，就意味着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的界限被严重破坏，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因此，在西方社会的传统观念中，民主和自由并非对立的概念，而是在不同领域中相互补充、共同维护社会平衡的2个重要原则。正确理解并维护这2个原则的适用范围，对于构建健康的社会结构至关重要。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石，确保公共事务的有序决策和个人权利的有效保护。而民粹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西方价值观中至关重要的群己权界概念的破坏。群己权界这一术语源于严复对论自由的中文翻译，指的是公共领域和个人领域之间的界限。在公共领域，民粹主义倾向于破坏民主制度的基础，它通常表现为政治领袖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试图掌控一切，尤其是对程序性民主的摒弃。这种现象常见于某些政治人物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转而组织游行示威和街头运动，企图推翻合法的民主选举结果。
在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强调人民的整体性，往往以此为名侵犯个人权利和自由。例如，他可能宣称某种思想和行为违背人民意愿，进而剥夺个人的自由。这种做法不仅针对社会精英，也会影响普通公民的权利。民粹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同时在两个层面上破坏社会秩序，一方面通过街头运动和集体暴力来破坏民主程序，另一方面以人民领袖的名义垄断公共决策。这种双重破坏使得民粹主义成为对民主制度的严重威胁。值得注意的是，民粹主义并非单一的政治形态，它可以呈现为右翼或左翼的形式，其具体理论依据也各不相同。然而，无论其政治光谱如何，民粹主义对群体权利的侵蚀都是一样的。民粹主义这个词为什么在今天变得很流行呢？它在当今政治语境中的广泛使用，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在面对某些新兴政治现象时的困惑和解释力不足。这个词汇的流行程度远超以往，主要原因在于西方学者和评论家们面对他们认为不正常的政治现象时，发现传统的左右政治光谱已无法准确描述这些现象，因此转而采用民粹主义这一相对模糊的概念。事实上，美国历史上确实出现过民粹主义运动，包括左翼和右翼的两种形式。其中最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案例是麦卡锡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美国掀起了一场以人民名义抓捕苏联代理人的运动，当时把很多人说成是共产党，是苏联的代理人。这场运动将大量知识分子和苏联有商业往来的企业家，甚至一些左翼文化人士如卓别林，都视为苏联的代理人。当时盛行的观点认为，苏联间谍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知识精英阶层。麦卡锡主义作为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典型代表，其核心特征在于以人民的名义开展政治运动，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它揭示了民粹主义运动的本质。与传统观点不同，麦卡锡主义并非由大资本或垄断资本支持，而是一场真正的草根运动。它以美国普通民众的名义，主要针对社会精英施加压力，这最终导致了对精英阶层的人格、人权和言论自由的严重压制。这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这种右翼民粹主义的运作模式展示了民粹主义如何利用人民的名义来合法化其行动，同时也暴露了它对民主社会基本价值观的潜在威胁。麦卡锡主义的案例清楚地表明，民粹主义运动并不总是依赖于强大的经济后盾，而可能源于普通民众的不满和恐惧。在美国历史上，左翼民粹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也出现了这类事件。虽然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主流民权运动中强调和平抗争和法律途径，但同时期也出现了更为激进的左翼民粹主义势力，其中最著名的是以黑维平·纽顿等人为代表的黑豹党。这些左翼民粹主义团体的特征包括倾向于使用街头政治手段挑战既定的民主程序，不承认选举结果的合法性，并主张推翻现有社会秩序。这种做法虽然打着进步和平等的旗号，但其本质上同样威胁着民主制度的根基。特朗普的政治生涯展现了民粹主义特征的渐进式演变。在其竞选和总统任期初期，特朗普的行为与传统意义上的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存在显著差异。当时我们没有观察到大规模的街头运动，也未见到对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系统性压制。虽然特朗普与某些传统媒体关系紧张，但这种对立主要限于言辞层面。然而，在2021年1月6日发生的国会山暴乱事件，标志着特朗普现象向更明显的民粹主义转变。这一事件展现了典型的民粹主义特征：一、否认选举结果，支持者拒绝接受2020年大选结果，质疑民主程序；二、街头政治，支持者采取暴力冲击国会大厦的行动；三、领袖崇拜，参与者表现出对特朗普的强烈支持；四、反建制情绪，暴乱者展现出强烈的反精英、反建制倾向。特朗普在事件前的言论被认为起到了煽动作用，这符合民粹主义领袖的行为模式。通过质疑选举结果和鼓励支持者采取行动，特朗普表现出了对民主制度的挑战。这一事件促使我们重新评估特朗普现象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一、动态发展，特朗普的政治风格在其任期内逐渐向更明显的民粹主义倾斜。二、支持者基础的激进化，一部分支持者在面对选举失败时表现出更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
3. 制度挑战。这一事件凸显了民粹主义思潮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潜在威胁。国会山事件为特朗普现象增添了更多民粹主义的色彩，证实了将特朗普定义为民粹主义的观点。这一演变提醒我们，政治现象是动态发展的，我们的分析也要与时俱进。同时，这一事件也强调了警惕民粹主义对民主制度潜在威胁的重要性。长期以来美国的选举制度和西方民主模式一直面临来自左右两方的强烈批评。左翼批评者认为美国的选举民主是虚假的，主要基于2个论点。首先，他们认为选民容易被金钱操控，因为选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财力雄厚者更容易获胜。其次，他们认为选民容易受媒体影响，这也是西方民主被指责为虚伪的原因之一。然而，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与这些批评恰恰相反。特朗普在竞选过程中的资金投入仅为希拉里的1/6，却最终胜出。你怎么能说美国的选举是金钱操控的呢？这一事实挑战了金钱决定选举的说法。此外，尽管主流媒体普遍对特朗普持批评态度，他仍然赢得了选举。不仅如此，美国的政界、商界以及学术界大多反对特朗普，但这些因素并未阻止他的胜利。也就是说，特朗普在竞选资金和媒体支持2方面都处于劣势，且未能得到主流政界、商界和学术界支持的情况下当选总统。这一现象使得选民被操控的论点难以成立。在各方都不看好他的情况下，美国选民仍然选择特朗普为总统，这表明选民是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被外部因素操控的。另一种对民主的批评来自右翼阵营，他们认为民主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独裁比民主更优越，因为老百姓都是傻瓜。这种观点基于对普通民众能力的质疑，认为他们在智力和道德上都不够完善，因此不应享有民主权利，而应该由大人物来做决定。在讨论特朗普当选及其影响时，我们需要明确区分西方语境下的左右概念与中国语境下的左右概念，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特朗普当选后，对他不满的人更倾向于从右翼角度提出批评。这些批评者不会说民主是虚伪的，而是说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坏的。但假如民主本身就是不好的，那么真实的民主可能比虚伪的民主更为糟糕，因为他们认为普通老百姓本来就是傻瓜，缺乏判断能力，那么他们被操控反而是合理的。仔细审视特朗普的胜选过程，我们很难将其简单的归因于民粹主义。事实上，特朗普在资金、媒体支持方面都处于劣势，同时面临政界、商界和学术界主流意见的普遍质疑。尽管如此，他仍然通过完全符合法定程序的民主方式当选总统。这一结果不仅粉碎了美国民主受金钱和媒体操控的说法，还证明了美国的国家权力确实来自人民。因此，民主在美国并非虚伪。然而，民主程序的胜利并不必然意味着民主理想的实现。特朗普的当选可以被视为民主程序的胜利，而不是民粹的胜利，但同时也可能被解读为民主派的失败。因为无论在美国的左派还是右派，似乎都对这个选举结果感到不满，认为选出了一个坏总统。这种现象引发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民主程序的胜利如何与民主派的理想实现相协调呢？有人将这种情况与历史上的类似事件进行比较，例如1933年希特勒通过民主方式上台，很多人认为那是民主的一次失败。实际上，人们对特朗普当选及其后续政策的不满，反映了对美国现状的不满，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愤怒与困惑。特朗普当选与英国脱欧等令人意外的事件一样，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意外转折的时代产物，体现了人们面对乱象丛生的世界时的无所适从。这种迷茫导致人们对左右派的主张均失去信心，转而接受了许多在常理上难以接受的事物。特朗普的言行虽不正确，却恰恰是过去正确言行效果不彰所引发的反弹呐。总而言之民粹主义的兴起和特朗普现象等政治事件反映了美国当代社会面临的深层次挑战，它们不仅考验着民主制度的韧性，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民主、自由和社会平等等核心价值。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我们需要保持开放和批判的态度，在坚持民主原则的同时，也要正视和解决导致民粹主义兴起的社会问题。